周易安的白月光回国那天，我如约拿了1个亿的分手费，并懂事退出他们的2人世界，一夜成为小富婆。我天南海北的四处旅游，等我全球旅行后回国，才知道周易安为了找我，搅了个天翻地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之一，你来相亲。5星级餐厅里，我慢悠悠地摇晃着红酒杯，等着相亲对象的到来。此刻坐在我对面的，正是恰巧过来跟男友一起吃饭，我的好闺蜜孙曼。见我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，她颇为惊讶地看着我，而后八卦地询问我是跟谁相亲，说是我妈朋友的儿子。我一脸不在意地耸了耸肩，仰头微微喝了一口红酒，醇香的葡萄味充斥我的口腔，连带着让我的心情都开始愉悦起来。原来自由又有钱的感觉真不是一般的舒服啊！然而这份自由并没有维持很长的时间，因为就在我环球旅行结束后，我妈二话不说就给我安排了相亲，美曰其名，今年一定要把我给嫁出去。孙曼闻言很是理解地微微点头，然而她像是想到了什么，在片刻的犹豫之后，她试探着开口问我，那周易安呢？怎么说你们也在一起5年，更何况当初你这么喜欢他，难道你现在真的准备放下他了吗？摇晃红酒杯的动作微微一顿，时隔1年，再次听到周易安的名字，我有片刻的恍惚，原来我们之间也会有这样长时间不曾见面的日子啊！回神过后，我勾唇轻笑了一下，云淡风轻地对他开口，当初我们在一起不过就是一场协议罢了，现在他心心念念的白月光回来了，我拿1个亿的分手费，消失在他们2人世界里，难道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吗？孙曼一脸不满地冷哼了一声，果然男人都不是好东西。然而下一秒，他颇为为难地看着我，表情一脸便秘，看得我都有些不自在起来，想说什么就直说。在得到我的应允后，他这才缓缓开口，之意，有一件事情我一直都没有告诉你，其实你们分手之后大概1个月左右，周易安主动来找过我。闻言，我微微愣住，什么叫做周易安主动来找过他？直到现在，我还清楚地记得，分手那天，我安静地拿好属于我的分手费，并简单地将别墅里属于我的东西都收拾干净，而后头也不回地果断转身离开。我是个很明事理的人，毕竟周易安的白月光都回来了，我当然要快点给人家腾地方，不影响2人你侬我侬。孙曼点了点头，而后继续对着我开口，你是不知道，他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太吓人了，他就这么一言不发地盯着我，看得我整个人后背阵阵发凉，生怕他会当场嘎了我。但最后他竟然就这么云淡风轻地来了一句，问我你去哪里了？我说你去环游世界的时候，他气得直接就把桌上的酒杯都砸到地上，那可是我价值几十万的路易13啊！哦，孙曼自己开着一家酒吧，而周易安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偶尔也会陪着我一起过去，一来二往，自然就成为了熟客。他会砸酒发泄这件事情，我并不意外，毕竟确实像是他会做出来的事情，因为人家财大气粗。只是令我感到意外的是，明明当初我们是和平分手，也彼此承诺不会再有任何的瓜葛，他好端端的问我的行踪做什么。孙曼看我沉思的模样，摸着下巴，一脸福尔摩斯的语气对我开口，真相只有一个。我转头看他，那就是他在分手之后发现自己喜欢上了你，所以放不下你。我一脸无语地看着他，
很是果断地否决了他的这个想法。这种可能性根本就不存在。当初我跟周易安在一起，是商圈里面人尽皆知的事情。毕竟周易安从一开始选择我，就是因为我跟他的白月光江揽月有些许的相似。当年江揽月为了自己的事业，不惜拒绝了周易安的求婚，并扬言让他等他5年，5年后他一定会嫁给他，成为周太太。纵然话是这么应允了，但没有一个男人能够接受自己在感情方面有5年的空窗期。毕竟性欲不是他们能够隐忍的，所以当我出现在周易安面前的时候，他眼神直勾勾地看着我，直白地问我要不要跟着他的时候，我答应了，因为他给的实在是太多了，1个月100万的包养费，以及分手后1个亿的约定。这不就是让我轻而易举的就能一举成为小富婆吗？有钱它不香吗？于是从那天起，我就代替了江揽月，一心一意地跟在周易安的身边。可以说，江揽月缺席的这5年，我扮演了一个很好的替身角色，也让周易安很满意我的表现，以至于拥有我之后，他的身边再也没有出现过其他的女人。商圈里见过我的人都说我真是有本事，竟然会让周总这样心甘情愿地将心放在我的身上，再也不拈花惹草。说实话，听到这番话的时候，我只不过微微一笑，因为我清楚地知道，我们之间从来都是明码标价的交易关系。5年的时间一到，我就会从华丽的女伴转变成那个不起眼的丑小鸭。而这个时间也很快就到了，就在周易安生日这天，江揽月回国了。他的一个电话就让周易安果断地抛弃我，选择第一时间去见他。那天晚上，我留在空荡的别墅里，桌上是我花费了1整天时间亲手精心为他准备的生日蛋糕跟长寿面，而这些他其实都不需要，他最需要的一直都是江揽月这个人，而不是我这个假冒者。周易安当着我的面，无情地甩了一张1个亿的支票在我的面前。第2天，并让我以后永远都不要出现在他们的面前。我点点头，很是乖巧地转身离开。所以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他对我还余情未了，或者分手后发现爱上我这种狗血电视剧情。他现在跟江揽月在一起，只怕是得偿所愿，怎么可能会有你说的这种情况？你这一看就是小说看多了。我举起红酒杯，仰头抿了一口。我现在什么都不想，只希望余生我们之间能够再也不要见面。孙曼闻言，颇为赞同地点了点头。是啊，你们这关系连前任都算不上，要是再见面，只怕是尴尬的30一听都要抠出来了。话音刚落，我就看到餐厅门口闪现一抹熟悉的身影，挂在嘴角的微笑就这么僵硬在脸上。妈妈，你这嘴真的是好的不灵，坏的灵。孙曼显然也注意到了我的视线，她微微转头，在看到周易安迈步朝着我走过来的时候，没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周易安径直走到我面前的时候，孙曼早就留下一句你多保重，而后撒腿就跑。看来当初周易安发火那场面是真的吓到他了。然而既然已经见面，我自然也不会藏着掖着，毕竟往事已成过往，不过就是分手，没必要搞得老死不相往来。周易安很是自然地拉开我对面的椅子落座，我拿起红酒瓶，倒了一杯红酒递到他的面前，而后对着他扬起一个礼貌又疏离的微笑。周少，别来无恙。从分手到现在，不知不觉已经1年，只是没有想到再次见面，我竟然会如此平静，仿佛他之于我而言不过就是一个陌生人，也仿佛
我从来都没有爱过他。周易安没有动，黑眸直勾勾地盯着我，英俊潇洒的脸庞明明笑起来的时候很好看，可他却总是喜欢板着脸，一言不发，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。见他如此，我并没有多在意，而是慢悠悠地品着我的红酒。餐厅里面小提琴优雅的声音流转在我们之间，时间在我们之间流逝。终于，他开口打破了我们之间的这份尴尬局面，并伸出手摇晃了几下红酒杯，而后仰头抿了一口。环球旅行还满意吗？我点点头，有钱自然是满意的。他抬眸，黑色的眸子继续落在我的身上。这次回来还走吗？我还没有细品他这话的内涵，就看到餐厅门口一个穿着西装革履的清冷男人站在那里，他的目光也同样落在我的身上。而后我看到他微微勾唇一笑，迈开大长腿，就这样朝着我走到我的面前。在看到坐在我面前的周易安时，他的眼神有片刻的诧异，但还是将视线转移到我的身上，并带着好听的声音开口问我：“请问你是沈之意吗？”我点头，很快就反应过来，他大概率就是今天过来相亲的男人宋清川。宋清川点了点头，而后看向周易安：“这位也是你今天的相亲对象吗？那我要不等你们聊好之后再过来。”此话一出，周易安的脸色瞬间阴沉一片。“你来相亲？”“是的，我还有约，就不送周少了。”我看着他，面上带着淡淡的微笑。周易安瞥向我，眉头紧蹙。就算我这样逐客令，他都没有想要起身的想法，而是在暗地里冷静片刻后，将视线转移到身旁宋清川的身上，仔细地打量着。“周少，不过1年不见，您还不至于这样没礼貌吧？”占着坑位不拉屎，他并没有因为我这话而恼羞成怒，而是微微挑眉看了我一眼，眼中突然一闪而过一丝戏谑。“是啊，不过1年不见，你怎么性子变得如此急躁了呢？再怎么说，我们也曾经在一起5年，作为你的前任，我帮你把关也是好的，不是吗？”一股莫大的羞耻感让我瞬间涨红了脸。我不明白，都已经过去了，为什么他要说出这样的话来，当众羞辱我？深呼吸一口气后，我将怒气压下去，对着他扬唇轻笑了一下，语气却是冰冷难耐。“周少，送你一句话，一个合格的前任就应该像死了一样。”我无视他难堪的脸色，继续开口对他：“还有，我的婚姻大事就不劳周少费心了。我妈的眼光，我还是很相信的，最起码她不会像我这样眼瞎。”周易安还想继续开口，放在他上衣口袋的手机铃声却突然响了起来。电话接通，女人温柔娇嫩的声音透过听筒传入我的耳膜：“不用猜，我都知道，能够让周易安如此温柔对话的人，除了他的白月光江揽月，还能有谁呢？刚才遇到了一个熟人，我现在过去。”熟人，原来5年的陪伴跟付出的感情，终究不过一个熟人罢了。我扯嘴轻嘲，面上无恙，但放在桌下的手已然紧握成拳，指甲嵌入掌心，传来的刺痛感让我清醒过来。挂断电话后，周易安这才淡然地起身：“不过开个玩笑罢了，何必当真？”我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只觉得胸口堵得慌。不管是在什么时候，在我跟江揽月之间，他永远都会选择后者，而我对他永远只会像是一个可笑的跳梁小丑。失神伤心之际，宋清川却再次拉开椅子，并在我面前落座，甚至一脸淡定地叫来服务员换了一套新的酒杯。一切换新后，他微笑着对我开口：“沈小姐，现在该轮到我了吧？”
思绪被猛地拉回，我眨巴了眼睛，无声地消化了自己的情绪，好奇地看着此刻坐在我面前一脸淡定的宋清川。他都瞧见我跟前任这样尴尬的见面场合了，竟然还想要跟我继续相亲，这人脑子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宋清川并没有因为我这话而感到生气，相反，他淡笑了一下，拿过桌上的温水喝了一口，再次开口，语气依旧淡然平和：“这跟我们相亲有什么关系吗？首先，我有眼睛，自然看得出来方才是什么情况。想来会遇见前任，也是在沈小姐的意料之外。其次，有前任说明沈小姐有魅力，毕竟这个社会谁还没有一两个前任呢？最后，我这样坚持要跟沈小姐继续相亲，是因为还有另外一件事情需要沈小姐负责。”她最后这话说的让我一头雾水，摸不着头脑。还没等我开口反问她这话是什么意思，关于我的清白问题，我生平第一次感觉自己的脑细胞有点不够用。直到她从兜里掏出手机，然后点开一段视频放在我的面前，我才明白她这说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。那是一段医院门口的监控视频。那天正是我跟周易安分手，我从他别墅离开的日子。1个亿就这样被我揣在兜里，钱是有了，心是伤了。视频里面，我喝醉酒也就算了，竟然还跑到人家急诊门口，拉着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，质问他有没有忘情水。医生，我被抛弃了。我真的是太伤心了。医生，你怎么不讲话？你是不是也不喜欢我呀？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我呀？明明我长得这么漂亮，这么温柔，这么善解人意，为什么要抛弃我呀？视频里，我拉着男医生的衬衫，甚至一个用力，将他的衬衫就这样当众撕烂，露出他性感的8块腹肌。视频外，我现在只想36计走为上策。然而，坐在我对面的男人轻飘飘的声音再次传了过来：“沈小姐，如你所见，那个医生就是我。因为这件事情，同事都以为我是一个负心汉，我28年的名声就这么被你毁于一旦。”我抬头，微愣的眼神看着他。我知道自己酒品一向不好，可谁知道竟然会惹出这样的事情来。更没想到的是，喝醉酒耍酒疯的对象，竟然有一天会成为我的相亲对象。见我一脸尴尬，宋清川收回手机，抬头用悠悠的眼神看着我：“所以沈小姐，你是不是应该对我负责一下？毁了大帅哥清誉这件事情确实有些不好。”于是我主动提出，这餐饭由我买单，也算是弥补我的过失。然而，宋清川显然并不满意这样的答复，他当着我的面直接亮出自己的微信2维码，作为补偿，沈小姐需要假扮我的女朋友，以此来澄清一下我的名誉，并且帮我应付一下家里人的催婚。我自然知道这件事情是我理亏，所以也只能乖乖地加上他的微信。饭后，他说要开车送我回去，我没有拒绝，点头应了下来。就在我们一起走到餐厅门口的时候，恰巧碰到了从另一边电梯处下来的周易安，以及亲昵挽着他手臂的江揽月。周易安站在哪里，黑幽的眼神紧盯着我，而江揽月却在看到我的时候，对我扬起一个极为温顺的笑容，仿佛他从来都不知道，在他缺席的这5年里，是我代替他，一直陪在周易安的身边。之意，真巧，你也来这里吃饭吗？我点点头，却没有想要跟他沟通交流的想法。见我如此，江揽月挽着周易安胳膊的动作似乎更加亲昵了些许，连带着看向他的眼神都带着满满的爱意。我最近刚回国，
易安生怕我吃不好，所以才特地带我来这里，也真是难为他。还记得以前我最爱的就是这家餐厅。炫耀的话语落入我的耳内，我只觉得讽刺。我没有忘记当初我跟在周易安的身边5年，他连我对海鲜过敏都记不住，却还这样清楚地记得江揽月喜欢哪家餐厅，喜欢什么菜系。而周易安在接触到我的眼神时，只是淡淡地看了我一眼，而后移开了视线，当成两人之间感情调味剂的滋味并不好受，当成一个愚蠢的跳梁小丑，这种感觉更让人愤怒。就在我愤怒看着他们的时候，宋清川突然伸出手，当着他们的面亲昵地搂着我的腰。作为一个合格的男朋友，记住女朋友的饮食喜好，这不是最基础的吗？有什么可以炫耀的呢？我也是清楚地记得，我家之意不喜欢吃海鲜呢。暧昧的话语让众人表情微愣，可他却一脸淡然地转头看向我，视线更是在接触到我的眼神时，微微勾唇一笑，露出脸颊甜蜜的酒窝。走吧，刚才看你没吃什么东西，带你去我家，亲自下厨给你做你最爱的西红柿牛奶。宋清川搂着我的腰，就迈步朝着门外走去。就在我们转身的瞬间，周易安一把甩开江揽月的手，沈之意，你们今天刚相亲认识就跟人回家，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廉耻之心？周易安略带着些许阴怒的话从我身后响起，迈开的脚步也因此停顿。我微微蹙眉，转身用着极其淡定的眼神看着他，吃着碗里瞧着锅里的。周易安，你知道什么叫做廉耻之心吗？渣男！眼下白月光回归，美人在怀，他一个连我前任都算不上的人，算什么身份，竟然来插手我的事情。就在周易安咬牙切齿怒视着我的时候，宋清川嗤笑了一声，眉眼微挑，看向周易安，而后缓缓开口，周少还是管好自己的事情吧，我跟之意的事情就无需你多操心了。还有一点，周少可能不太清楚，我们俩并不是刚认识，而是已经坦诚相见的关系。周易安的神情瞬间僵硬在原地，坦诚相见这4个字当真暧昧得很，但是也确实如此，毕竟我可是当众扒了他的衣服。我以为宋清川说要做饭给我吃的话不过就是说说而已，谁知道他竟然真的就把我带到了他家，甚至还去超市买了好几个菜。我看你方才在餐厅里面确实没怎么吃，1日3餐是最重要的。作为你目前的男朋友，我有这个权利跟义务来管你。看着他一脸正经严肃地对我说这话，我总觉得哪里有不对的地方，但又好像确实没错。宋清川做菜的速度很快，不过半个小时，3菜1汤就这样摆在餐桌上。就在我洗好手坐下吃饭的时候，放在桌上的手机铃声却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。太过于沉迷西红柿牛奶的香味，以至于让我没有看手机的来电提示，就这么直接接听了起来。沈之意，你有东西落在我别墅，现在过来拿。熟悉的声音透过话筒传入我的耳膜，让我微微一愣。我移开手机一看，周易安3个大字就这么映入我的眼眶。有东西落在他别墅，可我明明记得当初我的东西都已经被我整理好拿走了呀。况且就算真的有落下，这大半夜的过去也不合适吧。思来想去，我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，你直接寄给我也行。电话那头却突然沉默着来，而后我听到周易安咬牙切齿地对我开口，必须你现在亲自过来拿。无理取闹的话语让我的太阳穴突突跳动着，连带着吃到美食的好心情都被他悉数破坏。
我放下手里的筷子，告诉他现在没空过去。周少要是觉得放着占地方，直接扔掉就是。本来就是已经分手的人，没必要再这样过多纠缠，只会让我感到烦心。边说这话，我边咀嚼着嘴里的牛奶。然而一个没注意，我直接咬到了自己的舌头，下意识地发出了声音，嘶，咬到我舌头了。我忍不住呻吟了一声。宋清川见状，连忙站起来，走到我的身边，张开我的嘴，对着里面吹气。谁让你这么不专心了？我看舌头都被咬红了。我呼呼哈气，试图用这样的方式来缓解一下舌头传来的痛感。我这不是一时间太沉迷，所以没注意吗？话音刚落，门外突然传来咣当一阵，带着一阵的砸门声。我们震惊地看向大门的方向，清楚地听到周易安咆哮疯狂的嘶吼声。沈之意，我数到3，给我立马从里面滚出来。我瞪大眼睛，无比惊讶地看着门口。谁会想到周易安竟然会在这里？我生怕他这样一个疯子做出什么不可理喻的事情来，于是站起来就准备去开门，却被宋清川拦下。公寓门打开，站在周易安面前，跟他对峙的人正是宋清川。宋清川将我护在身后，并没有因为周易安的这些举止而感到愤怒，相反，他一脸淡定地看着周易安，开口质问他有什么事情。他这样宣示主权的模样，让周易安的脸色很是难看。周易安的视线绕过他，落在我的身上，有时间跟他谈情说爱，却没时间来把自己的东西拿走。我真不知道，我到底还有什么东西是落在他那边的，还是他不过就是找这样一个借口，目的就是为了来叨扰我的生活。闻言，他嗤笑了一声，像是在嘲讽我的自以为是。你的波斯猫，当初你离开之后被送去宠物店，就没拿回来了。现在人家联系我，又放在我的别墅里面。如果你想要我把它扔掉的话，也不是不可以。被他这样一提醒，我这才想起来，之前我走得太急，确实忘记了去宠物店把它一起带走。然而我没想到，人家竟然会联系他。怎么说他也跟了我5年，我自然舍不得将他就这么丢掉。于是我跟着周易安就去了他家。寂静的黑夜，劳斯莱斯平稳地行驶在黑夜中。分手那天，我就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会再次相遇，更没有想过我们之间会从无话不讲到现在的无话可讲。从前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总是我在他的身边滋滋叉叉地说着，眼下我沉默着，他却突然开口，主动打破了我们之间的这份寂静，打算跟他好好发展。他的话语带着些许的探究跟小心翼翼，然而我眼下困得很，自然没有将过多的注意力放在他的身上，只是淡淡的应了一声。得到我的答复后，他突然冷不丁地发出一阵自嘲的笑声。看来分开后的这1年，你的日子过得还挺不错的。我听出他话语里面对我的嘲讽，有钱有颜，自然过得风生水起，难不成还守着过去那段愚蠢的回忆，度日如年吗？他被我这话狠狠地噎到，用余光剜了我一眼之后就不再开口，专心开车。一推开周易安别墅的大门，波斯猫感受到我的气息，很快就从沙发上跳下来，钻到我的脚下。我弯腰抱起它，转身就准备离开这里。毕竟这里对于我而言是1分钟都不想多待的地方。然而却在经过周易安的时候，被他猛地拉住手腕。我蹙眉看他，目光转移到我的手腕上，示意他放开我。可他不仅没有任何动静，反而更加用力了几分。就这么走了？之前你不是口口声声说爱我、喜欢我吗？重逢后，
这是他第一次这样认真地看着我，也是他第一次卸下自己冰冷的假面，开口认真地质问我：我们在一起5年，分手1年的时间，你就真的放下我了吗？沈之意，你怎么能够这么绝情？周易安的这番话真是让我感觉可笑。明明当初甩了1亿的支票让我离开的人是他，现如今他竟然反过来指责我，为什么可以如何绝情？绝情的那个人从来都不是我，而是他。我推开他的手，语气冰冷：周少，看来果真是贵人多忘事，你可别忘记了，当初我们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是一场协议罢了。更何况周少选择我，也是为了让我将身边周太太的位置给江揽月保留下来，不是吗？怎么现在江小姐都回来你的身边了，你反而来招惹我了呢？该不会是周少跟我分手之后，突然良心发现自己喜欢上我了吧？这番话不过是戏谑罢了，可周易安的眼神却那样直勾勾地盯着我，看向我的眼神带着一丝我看不懂的情愫。他向来将自己的情绪遮掩得很好，也从来不会让人明白他想的究竟是什么。片刻的沉默后，他认真地对我开口：如果你说的没错呢？大脑一片空白，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。他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他真的爱上我了吗？所以才会这样3番2次地出现在我的面前。见我呆愣着，他一把将我扯到他的怀里，波斯猫已然从我的怀里跳了下去，继续窝在沙发上。他略带沙哑的声音在我耳边开口：沈之意，继续跟着我，你不吃亏，我可以把我们之间的筹码上升到2个亿，这个交易对你来说很公平。清脆的巴掌打断了他接下去想说的话。趁他没有注意到的时候，我猛地推开他，身体因为他说的话而微微颤抖。我没有想到他竟然想要在江揽月已经回来的前提下再次包养我，甚至将我们之间的关系看成是一场金钱交易。我没想到他竟然会是思想如此龌龊恶心的人，竟然还学着人家脚踏2条船。我不再理会他，抱起波斯猫，转身就准备离开。沈之意，他自信的声音从我身后响起：恃宠而骄也该有个度，这个机会并不是一直都有的。如果你今天拒绝，往后就算你转头回来求我，我也不会答应。我抱紧怀里的猫咪，转头对着周易安放下狠话：放心，我就算饿死也绝对不会再跟你有任何瓜葛。那天之后，我没再见过周易安，日子也一度过得很是平淡。跟宋清川之间的假扮男女朋友之间的关系也在如约推动着。这天，他提议我可以直接考虑直接搬进他家，跟他一起住。闻言，我嘴巴里的饭差点没当场蹦出来。后来还是他告诉我，他爷爷总是会时不时地打视频过来，看看我们之间是不是真的这么恩爱。可是我的猫会有点吵。没事，我不怕吵。它有时候大半夜不睡觉，很喜欢窜来窜去的，那正好有个伴。我有时候失眠睡不着，还会觉得无聊呢。既然话都被你说了，那我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就这样，我住进了他家，开始跟他的同居生活。直到后来我发现，其实跟宋清川住在一起也挺好的，因为饭他会做，家务他会干，猫他会管。我在这个家里，除了当个人，别的根本就不需要我多加费心啊。看着他在厨房里面忙碌的背影，我突然发现，也许跟他结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呢。然而，我们同居的这件事情，不知为何竟然被周易安知晓了。这天我正在睡觉，周易安的夺命电话铃声将我吵醒。我迷迷糊糊的接通，就听到电话那端传来他的咆哮声：沈之意，
谁给你的胆子，竟然敢跟他住在一起？你是不是找死？”听到这烦人的声音后，我二话不说就果断挂了电话，并反手就把他拉黑。然而躲得过周易安，却又来了一个江揽月，让我头疼得很。咖啡厅里，江揽月神色傲慢地戴着墨镜坐在我的面前。“沈小姐，说吧，你想要多少才肯从易安的身边离开？”我微愣，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他嗤笑了一声。原来从分手后我出现在周易安的身边，他就认为我是为了金钱。原来在他的眼里，我就是这样一个利益至上的女人啊！只可惜现在的我根本就不稀罕他们的钱，选择回来也不是想要跟他们有任何的瓜葛。听到这话，江揽月勾唇轻嘲了一声。果然傍上宋清川这样背景的男人，说话都财大气粗起来了。可是沈之意，我告诉你，宋家是百年世家，不是你这样一个身份背景的女人可以肖想的。我劝你还是回去好好的照照镜子，清楚自己的地位才好。我看着他这样咄咄逼人，一心想要让我离开的意思，心里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，难不成他生怕我这次回来会跟周易安再次有所纠葛，才会想出这样的办法来驱赶我吗？闻言，江揽月的脸色闪过一丝恼怒，他一把扯开脸上的墨镜丢在桌上，眼底是对我毫不遮掩的恨意。沈之意，你既然知道，就给我乖乖地滚出这里。虽然我不知道你们之间的那5年究竟是怎么过来的，但我绝对不允许有人威胁到我周太太的地位。更何况你不过就是一个跟我有着相似姿色的女人，竟然还妄想取代我吗？简直就是不自量力！我听着他在我面前叫唤，并没有半分气恼，而是拿起桌上的咖啡，微微抿了一口。江小姐不是自称是周少心目中的白月光吗？怎么现在反而还管不住她的心呢？有一点，江小姐大可以放心，我这人一向没有吃回头草的习惯，而周易安对我来说不过就是一个男人罢了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回去的时候，宋清川已经下班到家了，餐桌上意外摆着一个草莓蛋糕，生日快乐这4个字映入眼帘的时候，心跳莫名地漏了一拍。等我转过头的时候，宋清川已经站在我的身后，他的手里还端着一碗热情腾腾的长寿面。生日快乐！之意，跟周易安的这5年来，他从来都没有这样认真地对待过我的生日。纵然有价值千万的珠宝首饰，可那些冰冷的物件怎么可能温暖得了我的心？眼眶微微泛红，烛光下，他注视着我的眼神开始变得深情起来。小寿星，可以满足我的一个愿望吗？明明我才是寿星，可他竟然开口问我讨愿望。更没出息的是，我就这么点点头，答应了他的请求。沈之意小姐，可以请你做我真正的女朋友吗？一辈子的那种。我妈在得知我跟宋清川在一起之后，很是开心，二话不说就开始给我准备嫁妆。宋清川跟我订婚的消息出来后，在圈子里引起了不少的轰动，而很快这个消息也被周易安知晓。然而就在我以为他不会在意的时候，他却突然在某天晚上，我带着波斯猫下去散步的时候，将我一把扯进胡同口，甚至将我整个人都紧紧地搂在怀里，让我动弹不得。沈之意，你怎么敢订婚？我试图挣扎，可他的力气实在太大，一时间我根本就挣脱不出来。他浑身散发的酒意让我下意识地蹙眉，然而这副表情落在他的眼里，却让他误以为我是那样嫌弃他的存在。伤心的表情从他的眼底翻涌而出，他就像是无法接受，喃喃自语地对我开口，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，让我不要嫁给他，
让我再次回到他的身边。他说，他一直以为我不过就是江揽月的替身，他以为自己心里喜欢的一直都是江揽月。可直到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他的身边，他却感觉到内心那样深的空虚寂寞。原来在这5年的相处中，他早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爱上我了。说到后来，他的声音都带着些许的沙哑哽咽，泪水顺着他的脸颊缓缓流淌在我的颈间。5年来，我从未见过他在我面前掉泪伤心的模样。可是周易安，你的这番话已经太晚了。我推开伤心欲绝的他。周易安，你其实并不爱我，你只不过是不习惯身边突然没有我照顾你的起居，没有我像只狗一样一直黏着你，舔着你。其实我对你来说并不是爱，而是一种习惯。你最爱的人，从始至终都只有你自己，而你这样自私的人，也根本不配得到我的爱情。如果他真的爱我，就不会在5年前这样绝情；如果他真的爱我，就不会忘记我的生日，忘记我的饮食喜好；如果他真的爱我，更不会舍得在我们重逢后对我说出这样伤心的话。而他之所以放不下我，不过是因为跟我在一起的这5年，我将他照顾得很好，让他以为我的世界里面离不开他，却不会知道没有人是离开谁的。说完这些话后，我不再理会他，推开他，从他的身边离开，不顾他在我身后撕扯哭喊的声音。也是直到这一刻，我才明白，原来我早就已经放下他了，不然的话，我怎么会舍得让他掉眼泪呢？后来我跟宋清川结婚，再次听到周易安的消息，是从闺蜜的口中。她告诉我，周易安跟江揽月最后还是分手了，甚至周易安不知发了什么神经，天天去他的酒吧喝酒，说就是为了能够见我一面。我看着不远处正在跟猫咪玩耍的宋清川，随他去吧，他跟我早就没有关系了。等到失去了才懂得珍惜，有什么用呢？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